跟深度神经网络、类神经网络。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介绍机器怎么学习，那机器学习其实跟人的学习有一些地方很相似，有些概念很相似，就是我们都是要透过大量的资料，然后从里面找到规律，然后一边找到规律，一边去调整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参数。或是调整我们的神经元，然后让这个规律呢可以越来越接近真实的规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学到的规律呢，在未来对新资料进行预测、进行分类、进行各种机器学习任务。好，好，那这个概念应该不太难理解哈。好，那但是我们有一些东西有没有进一步的去讨论？哎，这个机器学习的过程中呢，有没有一些资料的特性需要注意的？有没有一些模型的特性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好，所以我们慢慢的讲的越来越深入了。好，上礼拜我们讲到这边哦，分布偏移哦，然后下面是这个复习让机器学习成立的前，让机器学习成立的前提。好，第一个是资料与目标之间存在规律。例如说，我们今天的任务如果是要让机器去辨认狗的脸的照片，好，那要预测这狗的品种是吉娃娃还是什么的，好，那我们就要先想想看，我们给机器学习的这个资料，它本身是不是有存在某种规律或是规则？例如说吉娃娃或者说狗的脸，它有个耳朵、有眼睛、有鼻子，它是不是存在某种规则？然后这个规则是不是足以让它去辨认这是狗脸的照片？好，那这个规则呢，它必须要够细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可以拿这个葡萄饼干，就是右下角这9宫格的照片里面有一些是葡萄饼干，看起来是有3个黑点。好，那我们能不能学到那些规则是有用、有效的，可以去区分这个葡萄饼干跟狗的脸？好，所以我们不是只要有规则而已，那规则要足以区分是狗的照片跟不是狗的照片，所以它其实要蛮细腻的哈。好，所以第一个是存在规律，而且是有用的规律啊。那再来是它需要品质跟数量兼具的资料。好，我们给它的照片的品质呢要够好，不能说怎么黑黑的啊，太亮啊，太暗啊，或者这个外边看不到狗脸的正面啊，哈，这是品质要够好，数量也要够多，因为它数量够多，它才可以去找到他们共通的规律，而不是说我现在给他2张照片，请你去学狗的脸的特征，哈，那他就找到一个也不知道到底是特征还是不是特征的一个某些特征，哈，那那个特征可能是一个个案，它可能是一个个案，因为它可能只有2张照片有这个特征。如果给他10000张照片，那可能别的照片都没有这个特征，就只有这2张照片有，所以那个就是不是一个有共通性的特征哈。好，所以我们给他数量足够的资料，他才可以找到真正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通用的规律，而不是个案。好，所以品质跟数量要兼具啊。好，那我们就要给他很多照片，然后给他多元性的照片，例如说不同的亮度、不同的角度，这狗可能不同只哈，不同的特征哈，那才可以找到共同的特征。那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只要给他狗的照片就够了吗？要不要放葡萄饼干的照片？可能要，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放葡萄饼干照片的话，那他是不是误以为有3个黑点的人全都是狗脸？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葡萄饼干也有3个黑点，可能有3个黑点哈。那所以我们需要给他一些负样本，让他知道说，好，你现在学到的特征呢，有时候不是真的那么通用。这个特征在其他照片上，在其他的不是狗脸的那个照片上呢，它也有出现。好，那他就要学会，好，把那些不是特征的特征排除掉。他必须被迫去学习真正可以拿来分辨狗脸的照片。好，那这个是让机器学习成立的前提，众多前提之一哈。那当然，最后一个是明确的学习目标，我们要跟他讲说，好，你现在任务是辨识狗脸，而不是辨识他几岁。好，这是要个明确的学习目标。那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我们上次就有讲到，当他有目标之后呢，他才可以知道说我现在做对了还是做不对，我这个特征呢学的对了还是学不对，这个特征到底有没有帮助我的任务？好，所以他有个目标，他才可以知道，我做错了，我要调整；我做对了，这个规则就记下来，他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汇整一下这个训练资料跟验证资料。当我们在做机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给它很多训练资料，这是教材，然后也要给它测试资料，这是考题。训练资料是在训练阶段，让它去反复查看，它就可以看看这些照片里面有什么特征。那测试资料呢是在评估阶段，考试的时候用的，它没有参与训练的过程，单纯就是模型训练完了。然后我们用这个测试资料来看看，那你这个考几分，你有没有都做对了，准确度多少，所以它是拿来打分数的，它没有参与训练。训练资料跟测试资料，它们同时都包含所谓的特征跟正确答案，只是说它们用法不同。用法不同，训练资料的正确答案是拿来调整模型用的，测试资料的正确答案是拿来评分用的，是拿来看它准确度到底可不可以上场用的。所以他们都有输入值、输入特征，都有狗脸，然后都有正确答案。这是狗脸还是葡萄饼干？但是他们用法不一样。好，那两个资料呢，他们都需要一定的资料量。例如说，我们训练资料当然是要越多越好，这我们刚刚讲过了。那测试资料呢，它也要有一定程度的资料量，不然就会发生，我现在拿了3个测试资料，他发现，全对。那我不知道这3个测试资料是刚好特别简单，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不敢下结论，因为他只考3题就对了。那会不会刚好蒙到这3题特别简单？好，所以我们希望给他考多一点考题，我们给他也许1000份、10000份考题，如果他全都对了，那我们这样比较有信心去下这个结论说，好，你可以考对这么多题，那代表你应该是有比较高的机会是真的有学到特征。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这个措辞有点巧妙哦。我们不是说肯定的知道说你一定会，而是说我们有比较高的几率去下这个结论说，好，你应该是有学到特征的，所以你才可以考对这么多题。你蒙对的几率呢少很多了，低很多，不是零，但是少很多了。好，所以这个措辞有点巧妙，是几率越来越低了，它蒙对的几率越来越低了。好，所以测试资料也要有一定的数量。好，那训练资料跟测试资料两边呢，它必须是栏位相同数据结构一致因为它怎么学，它就要怎么考试，来自相同的分布，而不是说，我在训练的时候给你狗脸照片，我在考试的时候呢给你猫的照片，那当然是太夸张了它必须来自相同的分布，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验证它有没有学会，而不是验证它在不同的任务可以做到更好，不是，我们是要验证它有没有学会那些资料。好，那我们在机器学习的这一章呢，最后就是讲到模型有4个研发阶段那收集资料收集刚刚讲那些符合刚刚呢讲那些条件的资料，品质要够好，数量要足够多样性要够收集资料这部分呢，其实是很多机器学习的产品要上线之前一个痛点。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缺模型，而是没有资料。没有品质够好的，没有数量足够的资料，很多时候是卡在这边。很多公司要让机器学习上线是卡在这边，而不是没有模型。模型有太多了，学术界有太多的模型可以用。我们是可以拿那些模型来训练，但是首先是我们必须要有足够好的数量足够的训练资料，才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机器学习模型。好，那当我们资料收集好了之后呢，就要训练模型，这是第2阶段，训练模型。那我们就是把那些资料呢，交给这个机器学习的演算法。好，那机器学习演算法就会反复的把一个一个样本或者说一批一批样本，也许3个样本、4个样本进去，这样算一批样本很多批样本，这样一个一个进去。那每一批样本进去之后呢，它就可以学习嘛。那学习之后呢，它就可以拿到一个学习过程中的分数，不是考试过程是学习过程中的分数，因为它要调整参数嘛所以它就学习。那过程中发现，这个好像学的不是很好参数调一调那个学的不是很好，参数调一调那我这样持续一直给它训练资料，它就一直调整，一直调整，那样反复进行，可能进行个3天3夜如果是大模型的话那它就会调整到一个参数比较符合于真实分布、真实特性的真实规律的样子。好，那这时候训练就接近完成了。所以训练过程就是持续一直喂训练资料给他，他就持续调整调整，每一次都是微调慢慢就会接近真实的规律了
那当我训练模型这个阶段告一个段落之后呢，我们就来评估模型，就要跟这个模型讲说，好，那你现在不要再训练了，我们把这个参数都固定下来了，参数都不要动了，训练资料呢也就放在一边，不要再碰它了。我们现在给你另外一包资料，是你在训练过程中没看过的资料，我们来看看你考得怎么样，你是不是准确率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达到我们期望。好，那这个就是考试阶段或是评估阶段。如果评估阶段发现大家考得不好，那我们就会退回去讲说，好，那我们可能是哪里有出了问题，也许训练资料不够多，训练资料不够好，或者我模型选错了，或者这个模型训练的过程呢，有些参数要调整，例如说训练3天不够，训练5天才够，我们要回去调整了。好，所以就要退回上一阶段。那如果说这个评估阶段发现模型的考试成绩还不错，准确度还不错，好，那我们就讲说，好，这个模型呢看起来是达到我们期望了，它可以上线了，可以推出去为我们的客户服务了。好，那这个就是推论阶段了。所谓的推论跟推理不太一样啊，推论单纯就是讲说把资料输入给模型，好，资料输入给模型，模型依照它学会的参数来决定预测结果应该是什么，是狗脸还是不是狗脸。这是推论过程，很单纯，就是输入资料进来，输出资料出去，这是推论的过程 （inference）。跟我们讲的推理是两件事情。推理是两件事情，这个过程其实本身是没有推理的哦。刚刚讲的推论过程，单纯就是看到什么直觉反应，看到什么直觉反应。我说直觉反应哦，它是迅速的就决定好它要输出什么了，它单纯就经过一堆数学的计算就输出一个答案了。它过程中并没有反复的去思考说，哎，那样子对吗？这个有没有考虑到呢？好，这个步骤1、步骤2、步骤3，我是不是要这样做呢？它没有这些过程。那个才叫推理啊！我们要收集资料嘛，然后根据很多步骤来做事情，那个才叫推理。可是我们刚刚讲那些推论的过程，inference 的过程，它并没有推理，它单纯就是直觉反应，输入资料进来，经过参数的计算，输出结果，就这样子就结束了。那个叫推论 inference。好，那我们一般的深度学习，例如说车牌辨识啊、水果照片辨识啊，或是预测股价什么的，那个很多都是直觉式的推论，直觉式的，并没有经过多个步骤的复杂的推理，并没有。好，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哎，ChatGPT 是不是有推理？好，它那个其实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推论，只是让你觉得像推理。好，那个我们之后会再讲，到我们后面的章节会再讲。哦，那个比较复杂一点。好，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先看看推论，其实很单纯，就是输入什么，计算完输出去，直觉的输出去，这个答案就这样子而已。好，所以机器学习模型的4个研发阶段就是收集资料、训练、评估，然后看看要不重新训练，要么就是直接推论上线了，上线推论。好，这4个阶段。那我们这个章节结束了，我们就可以来想想看，哪些是机器学习可以做的任务，哪一些任务是符合刚刚讲那些特色。那我们就刚刚就记得说，哎，有资料它要有规律嘛，然后要有足够的资料，至少要符合这2件事情哦。好，那我们看看影像分类应该是可以，因为影像分类很多时候它其实是背后有规律，例如说刚刚讲的分辨狗脸的照片。好，那像车牌辨识也是一个影像分类的任务啊。我们就可以看看，哎，这个车牌这个是 A 呢还是4呢？A 跟4很像嘛，然后看找到它的特征。好，头上尖尖的，左边尖尖的，右边是一杠，下面是一杠，那可能就是4。好，那如果上面尖尖的，左右两边下面都是斜角，那可能是 A 哦，它就会找到这些特征。只是说这个特征其实比各位想的还复杂，它要经过很多层的转换，那种后面会讲，这个就需要类神经网络去处理，它去找到复杂的特征，就不是单纯的我们刚刚之前讲的那个水果价格预测，我给你这个水果的重量，给你水果的颜色、产地、包装，你就可以决定这水果能不能卖，那个是比较浅的特征，它没有经过复杂的特征的萃取，然后我们下一章会讲。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牌辨识的任务，它可能利用哪些特征？数字有特征嘛，对不对？数字跟英文字都有特征，它有没有尖角啊？有没有弯曲啊？中间有没有个洞啊？有没有横线等等？那其实它
可以利用的特征哈。所以车牌辨识任务是可行的，因为它有很多特征，而且那些特征呢不会变来变去。A 就是那样写，B 就是那样写，1、2、3、4就是那样写，不会改变。好，所以我训练完了之后呢，上线的去推论的车牌还是长那个样子。好，所以那个是可以做到的机器学习任务，而且可以做得很好。那另外一个是物件侦测，我们去侦测，哎，路上有没有行人呢？例如说自驾车，它要侦测路上有没有行人，那个其实也是一种分类任务，它去看，哎，这个形状是人还是树，还是另外一台车，它也是有一定规律的嘛，人就长那个样子，树又长那样子，但是这个就比车牌辨识更难了，而且难上许多，因为它的变化多很多。车牌辨识的车牌上面的英文字跟字母，那英文字母跟那个数字其实变化不大哈。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要做路上的自驾车的行人侦测啊、车辆侦测啊、什么路标侦测，它的变化性就大很多了。然后例如说天气改变啊、角度啊等等的，啊变化性大很多。但是它还是有规律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更多资料让它找到这么多变化背后呢，还是有共同规律，只是说我们模型要更厉害，要更复杂，而且我们资料要更多。那还有机器翻译，机器翻译也是一个有规律的嘛，对不对？什么讲什么话，翻成另外一个语言就应该怎么讲，那个也是有规律在后面的。而且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资料，我们有很多语料库。那这个语料库呢，本身就可以让机器学习知道说，好，这句话要对应到那句话，它本身是有规律的。像语音转文字也是一种翻译这个音调，这个节奏。对应到什么话，对应到什么文字，它也是有规律的哈。商品推荐呢，也是我们这个使用者他喜欢什么东西，他买过什么东西，接下来他会买什么，它也是有一个规律在那边的。只要我们的模型可以抓到那个规律，它就可以学习。好，那问题来了，我们要用什么模型才可以去找到刚刚讲那么多复杂规律呢？其实从刚刚我们讲到一些例子，其实很复杂，例如说自驾车的那个侦测路上有哪些行人，哪些其他车辆，那个就是很复杂，那个就有更厉害的模型。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类神经网络，类神经网络才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哦。好，那类神经网络是当代人工智慧最重要的关键之一。没有类神经网络，就不会有当代的人工智慧这么厉害的成果，也不会有 ChatGPT。很多，例如说车牌辨识根本就做不出来，或者说做的很差。没有类神经网络，现在看到了绝大部分的人工智慧成果都不会实现，都不会实现。那类神经网络它是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机器学习有很多方法，有些方法很简单，例如说我们之前讲的，我们单纯就用一些参数来预测这个水果会不会买，那个是比较简单的模型。类神经网络就复杂的多了。好，那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我们常常听到这几个名词，对不对？最大的是人工智慧嘛，人工智慧这最常听到哈，然后再来是机器学习。人工智慧跟机器学习关系是什么？机器学习是实现人工智慧的某一种方法，虽然说是几乎是最重要的方法，但是它也只是某一种方法。我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人工智慧，例如说暴力法。但是我们都知道，暴力法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很有限人要先设定规则然后这个规则呢也是有限的，甚至规则之间会矛盾它也是一种方法，虽然说做的不好，但是也是一种方法。好，那么 machine learning 呢，就是机器学习呢，就我们之前讲机器学习，它显然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因为它可以学会背后的很多隐藏规则、复杂规则，所以它比较可以拿来实现我们真正想要的人工智慧的样子，因为它可以学会很多复杂规则。那我们之前讲过了，那在机器学习这个领域里面呢，有一个模型或者说一个方法叫做类神经网络。类神经网络呢，它的特色就是它可以找到很复杂的规律，它可以学会很复杂的规律，而且可以学会很高层次的、很抽象的规律，即便那些规律是人没办法用规则去描述的，人也没办法用人工去把那些特征交给模型，它可以自己找到那些规则，找到那些复杂的规则。好，那有了类神经网络之后呢，我们就有深度学习。因为深度学习其实
正式的名字应该说是深度类神经网络啊。它把这类神经网络呢弄得更大、更复杂、更多层次。那更多层次呢，它就可以学到更抽象的、更复杂的特征，所以它可以做到更厉害的事情。啊，简单来说是这样子。那有了这个深度学习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有生成式 AI 了。如果没有深度学习，那现在生成式 AI 也不会实现。好，那生成式 AI 的我们之后会讲了，那个就更复杂。好，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类神经网络。本节这个比较抽象一点啊，但是我尽量去讲了，让它简单易懂。哦，那如果有什么问题，中间也可以打断我。好，那我们知道人类或是生物，它有神经元呢，在大脑里面有神经元，神经元呢会接收外面的讯号，然后接收外面的讯号，它用左边这张图，它有个树图哈，它接收外面的讯号，然后经过这个轴图呢，就是这个 AXON 那个轴图，它把讯号传递给下个神经元，好，所以神经元就连在一起，它就传递讯号出去，它决定，我这个讯号要传还是不要传，它就做到这样的传递的动作。那我们在机器这边呢，也有类似的概念，在类神经网络也有类似的概念。我们之前有讲过，我们机器学习是要收集很多特征，然后把特征综合起来，然后决定一个讯号出去，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好，机器学习基本上在做这件事情，收集特征，决定讯号怎么转换，然后把讯号决定好讯号送出去。好，所以我们看右边那张图，右边那张图就是它左边呢有很多小圈圈，从 S0、S1、S2到 SN，好，那些呢就是它的输入。就跟我们这个神经的输入一样，它的输入，那每个输入呢，它可能就是，例如说颜色啊、价钱啊、包装、产地等等各种特征，基本上就是各种特征，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基本上就各种特征进来。好，那不同特征进来呢，它乘上不同权重，因为有些特征不是那么重要，有些特征很重要，所以它要乘上不同的权重、不同的参数，或者说参数或者权重。这两个是意思是可以互换的它乘上不同的比例啊，简单白话来说讲，乘上不同的比例。那乘上不同比例之后呢，它就把它加总，然后经过我们一个转换，把它送出去，那这个就是 y， 也就是它的输出值，它决定这个讯号要输出0还是1还是0.5还是0.6，它要输出一个讯号，然后跟我们讲说它决定这个到底是猫的照片还是狗的照片之类的。所以它本质上其实很单纯。如果只看一个神经元，它本质上很单纯，就是讯号综合起来，经过一个某个运算送出去。好，所以我们看到右边下面这个框框有写，输入跟输出呢，就是人工神经元，也是类神经网络的一个单位，接收跟传递资料的两大核心结构。这是一个简单的结构，接收上一层节点传来的数值，也就是上一个神经元传来的数值，然后呢，计算完之后呢，交给下一个神经元。好，那例如说，它左边就收到3个神经元的讯号，然后再再把讯号呢传递给下一个神经元，它的下一家。那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例如说我们这个水果价格的预测这个例子，好，所以它的输入呢是什么？重量、甜度，这是它两个输入。假设我们现在不要那么多 x 我们就2个或是4个就好。好，例如说重量、甜度是它的输入，权重呢有参数1、参数2，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公式：重量乘上参数1，甜度乘上参数2，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嘛，这是国中数学就看看这个重量到底多重要，甜度有多重要，它们对于价格影响有多大，把它加总，接下来就做个加权的总和。重量乘上参数，甜度乘上参数，把它加起来。那当然，如果你有更多特征的话，你可以再加上包装的参数、地点的参数，把包装跟地点这2个因子也考虑进来。所以输入，然后权重乘上去，加总送出去。单纯只有这样子的话呢，这样跟传统的机器学习模型没什么两样。当然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它需要再做的更复杂一点点。我们这边就注意到了，真实的世界它不是线性的。这句话可能一般人没办法马上理解什么叫不是线性的？我们都有上过学上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说，59分跟60分，一个是及格，
它是及格线嘛，对，59分没有及格，60分有及格，这个就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并不是说59分加1分，然后世界没有什么两样，世界会有大幅的改变，因为你过了这一门课啊，59分跟60分它会有大幅的差异，这个就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并不是加1分这么简单而已。好，那在水果价格预测这个案子里面呢，重量跟甜度呢，它也不是线性关系。我们会说这个重量2倍，价格就2倍吗？不一定哦。有些水果它重量到一个水准之后呢，它会被当成高级品，它的价格可能不是单纯2倍，它会放在另外一个篮子里面，用不同的价格来算。它会放在另外一个篮子里面，它是高级品，送礼用的。比如说特大的苹果、特大的荔枝、特大的芒果，不是单纯2倍的重量就2倍价格。好，那这个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更好懂，甜度，甜度并不是2倍，价格就2倍哦，它可能是3、4倍的价格，因为它是特别高级的水果，所以它不是单纯的2倍、3倍啊，不是说甜度2倍，价格就2倍，这个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哦，就是说我这个重量是10单位的时候呢，价格可能是100块；重量是20单位的时候呢，价格可能变成300块了，就不是200块。这是一个曲线的关系，所以它有一个门槛或是饱和点。所谓的门槛跟饱和点是说，门槛就是刚刚59分到60分，好，它是一个门槛，过了才算数，才算有过这门课。没有到60分，你59分，那就没有过这门课，它有个门槛。饱和点是说，你再怎么贵呢，也是有个上限，你不会贵到无穷无尽，不是无上限，它有个上限。例如说，你最多就只100分，这门科目最多就只能100分，啊，它有个饱和点啊，所以它整个过程呢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哦，那如果我们单纯只用刚刚讲那个重量乘参数1，甜度乘参数2，然后这些单纯的加减乘除，没办法去描述这关系。没办法去反映这个真实世界的非线性关系，没办法。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叫做启动函数，也就是左下角这个黑色那个价格 y 等于启动函数 f 乘上里面那些东西加起来。我们需要一个启动函数，那个启动函数呢，它本身是一个非线性关系，是一个曲线，哦，是一个曲线或者一个折线，它很多种形式，哦。总之呢，就要把它乘上这个函数。例如说59分没过，60分有过，这个启动函数可以帮你处理。或者说呢，这指数型上升哈，100块跟200块跟300块，好，甜度会变2倍的时候，价格会变3倍，这是一个指数型，可能是指数型上升。好，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启动函数来把它乘上去，乘上去。好，那这个还有很多例子，例如说计程车资，啊，它有起跳价啊，那我们就把这个起跳价呢当成其他因子。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很复杂，除了非线性关系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其他因子、其他因素，因为我们没办法穷举所有的特征。这个世界其实很复杂，我们没办法穷举所有特征啊。你有考虑重量，有考虑甜度，考虑包装，考虑产地，还有很多东西你没考虑到啊，天气啊，最近的经济状况啊等等，还有很多其他因子啊。那这个其他因子呢，我就把它放在第一项这个 B 这边哦，下面那个公式 F 括号 B 这个 B 其他因子，我们就把一切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全部放在这个参数里面，那个参数就是我们称为一个其他因子。好，那这个在真实世界里面有什么例子呢？例如说计程车只有起跳价，我们不是有单纯看你坐了多远哈之类的，等了几个红灯之类的，它有个起跳价，那个就加上这个 B。开店也有基本的水电费嘛，哈，不是说你今天营业额多少就赚多少，它有个基本费在那边，好，那个这个就是一个 B，这是独立在你的输入范围之外的其他因子，也就是我们概括性的把所有因子都打包进来，放在这个 B 这个参数里面。好，看起来我们这个模型比本来模型是不是复杂多了？其实也就多两个东西而已，多一个 F 启动函数跟一个 B 其他因子，其他都一样，好，但是我们这个模型的表达能力。好，我们说表达能力就比本来的模型呢，上页这个本来模型呢好很多了。这两个表达能力差很多，我们可以模拟很多状况的，可以模拟很多复杂的状况的，跟本来比起来好很多了。
好，那你听到这个启动函数，这个启动这个字，你可能比较难接受，因为好像是按什么开关要把什么开机之类的，不是哦，它跟按钮开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它这个意思比较接近，就是它决定要不要刺激下一个神经元的门槛，它要决定要不要刺激下一个神经元。例如说，因为我现在那些参数呢，全部都加权、加总、加一加，有没有到门槛？例如说有没有到60分？有到60分我才按启动，没有到60分呢，59分就不启动了。它比较接近这个意思哦，所以叫启动函数啊，启动函数。哦，所以它简单来说呢，就是它要决定要不要把我自己这个神经元的特征，要不要发给下一个神经元。好，那在人脑里面呢，我们有几百亿个可能更多啊神经细胞啊。那当你看到一个东西之后呢，这些细胞就会传达这个微弱的电流，好，它传给下一个。好，那所以它们也有启动的机制。好，当你电流够强，例如说我刺激很大哈，看到一个图片刺激很大哈，那这个细胞就会产生一个冲动，决定把这个讯号传给下一个细胞，这个动作就叫做神经元被启动了，被激发了。好，那我们在类神经网络，在电脑这边类神经网络也有类似的概念。好，当你这个分数加总到水准了，好，那就启动；不到水准就不启动。那这个有很多例子啊，例如说我们假设有一个机器学习的任务啊，那预测你的另一半会不会生气？这个也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嘛，你要累积到某个水准，它才会突然暴怒的。好，那如果没有累积到那个水准，那可能它就先不启动。然后预测会不会加薪呢？这也不是线性的。比如说我今天多加班2小时，我就薪水就加多少，常态性的薪水加多少？不是，你要努力到某个程度，哎，有一天也许在年终之前，老板看到你的努力，啊，决定好帮你启动，帮你加薪，这时候才有发动。啊，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启动函数才可以去模拟真实世界的很多非线性的，特别是阶段性的这种动作、这种特色、这种规律。好，那我们刚刚只有讲一个单一神经元，可是单一神经元的效果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连接多个神经元。为什么呢？因为单一神经元它只可以做很简单的加权计分，即便我加上这个其他因子 b 啊，加上启动函数，它还是只能做很少的事情哦。那等一下我们知道，如果连上多个神经元，做的事情可以怎么不一样呢？我们知道现实世界的任务很复杂，特征是有层次的。什么叫层次呢？这句话很重要啊，特征是有层次的。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是类神经网络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关键之一，就是真实世界的特征是有层次的。什么叫层次呢？例如说，我们现在有3个神经元，第一个神经元我们给它叫 A 好了。好，A 呢这个神经元呢，它负责做什么事情？它就负责收2个特征，叫做重量跟甜度，然后预测价格。这是 A 神经元做的事情，很单纯。好，另外一个神经元叫 B 神经元，它做的事情呢类似，就是根据外观跟颜色算出这个颜值分数，预测这个颜值分数。好，好，这 A、B 神经元单纯一个是预测价格，一个预测颜值。好，那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神经元叫 C 神经元，它做的事情就有层次哦，它预测会不会大卖。好，那你这时候就注意到了，算价格跟算颜值是比较低层次的特征，预测会不会大卖呢？是比较高层次的特征。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它叫高层次？因为它考虑的事情比较多，它要考虑比较多低层次的特征综合起来，它才可以做出更高层次的决策。颜值跟价格是低层次的，预测会不会大卖是高层次的。低层次呢是考虑比较少的特征，高层次呢要考虑很多事情。预测会不会大卖是考虑很多事情嘛，对不对？好，所以神经元 C 呢，它预测会不会大卖，它就要拿第一层算好的价格跟颜值当成它的输入，重新加权计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右下角那个示意图啊，A、B 呢这2个神经元分别把价格跟颜值预测出来，也就是说它丢出这2个特征啊，一个价格特征，一个颜值特征，或是颜值输入价格输入哈，交给 C 神经元，C 神经元就可以做出比较高层次的高一层的特征的判断，预测会不会大卖了。好，这样理解吗？这件事情很重要。
在类神经网络世界里面很重要，因为它们有这种多层次的特征的萃取关系，类神经网络呢才可以做到很多厉害的事情。你想一下，如果没有层次，那你永远是不是只能看最低层次的特征？你只能看最低层次的特征，那你就只能做最低层次的决策。你要到上一层，到主管、到总经理那一层，你才可以看到全局、全貌，你才可以看到各个部门送来的特征，你才可以综合那些低阶层次的特征、中层次的特征，做出高层次的决策。其实类神经网络成功的秘诀就在这边，其中一个秘诀就在这边。一个神经元不够聪明，特别是低阶神经元不够聪明，只看低层次的神经元不够聪明，你要把上千万个神经元连接到下一个，一层一层叠上去，你就可以把微小数据全部综合起来，这个叫聚沙成塔，变成一个有层次的、有深度的洞察力。好，这是它成功的秘诀之一。好，所以我们说多个神经元必须连接，因为它要层次，不是平面连接哦，是有层次的连接哦，所以一层一层。好，所以那你现在就知道啦，这个深度神经网络是什么？就是很多层嘛，就很多层，第一层不够，两层不够，三层不够，我连接到100层、200层。好，好，那我们给另外一个例子啊，来让你可以比较直觉的理解这个类神经网络。例如说，我们现在有个任务，很单纯，就是我们水果行要预测某个苹果会不会大卖。啊，那苹果会不会大卖？我们有一些原始的输入特征啊，这个刚刚讲过，就是重量、甜度、颜色、包装这4个最低阶、最低阶的最低层次的特征哦，这4个特征。好，那我们就要分层次咯，我们神经网络要分层次咯，像有3层，第一层是2个神经元哦，跟刚刚很类似哦，2个神经元，第一个神经元呢是决定定价、预测定价，第二个神经元呢是预测颜值，这个好不好看哦。那第一个神经元呢，预测定价怎么预测呢？它拿重量乘参数，加上甜度乘包装，再乘上启动函数，非线性启动函数，好，看看它有没有到某个门槛，如果超过某个门槛，定价就要翻2倍，分3倍。好，再看。那第二个神经元呢，第一层的第二个看颜值，看颜值。好，所以你看到颜值是什么算式呢？颜色乘上参数，包装乘上参数，加起来再乘上启动函数。当你那个漂亮到某个程度之后呢，当成高级品啊，当送礼的水果了，好，价格就翻2倍、翻3倍，好，所以这是第一层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啊，第一层要输出什么？第一层的结果是定价跟颜值，这是2个神经元各自决定的特征。好，那第二层呢，再更高层一点，我们要预测顾客会不会想买，跟顾客觉得这可不可以拿来送礼。会不会想买跟可不可以拿来送礼，这显然就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嘛，因为你要考虑比较多嘛，你要考虑比较多因素嘛，比较多特征，所以它就放第二层。好，所以这个第二层的想买这个送礼这个，它就拿颜值跟定价分别乘上参数啊，颜值呢成正比，就直接乘上一个正参数啊，颜值越高，这个想买的指数越高，定价呢越高越不想买啊，所以要乘上一个负参数。好，所以颜值跟正参数、定价跟负参数乘起来、加起来，再乘上个启动函数，就变成想买的指数的预测值。好，那第4个神经元叫可送礼啊，可送礼是什么？颜值很重要，所以乘上一个数字很大的权重，定价也很重要啊，乘上一个很大的数字权重，越贵的东西越想拿来送礼啊，你不会想送便宜的东西，而想送贵的东西。那所以就颜值乘上大参数，定价乘上大参数，产生一个可以送礼的这个特征啊，这是第4个神经元。好，来到第3层最高层次的，他考虑所有事情。好，那你想一下啊，这个第3层这个神经元，他要决定什么？他会不会大卖啊？这个苹果会不会大卖？他考虑的事情不是只有第一层那个事情而已，不是只有考虑定价颜值，他要考虑想买跟可送礼这2个层起来。所以他最上面总经理那一层啊，所以他考虑的是第2层的，会不会想买，可不可以拿来送礼啊？这2个分别乘上参数加起来。再乘上一个启动函数，好，所以它就可以决定这个会不会大卖。好，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式的，就是让你可以直觉理解类神经网络在干嘛哦。简单来说呢，在归纳的重点就是要层次，低层的神经元决定低层次的特征，中层的神经元决定中层次的特征，高层的神经元把下面的特征综合起来，啊，应该说上一层的特征综合起来，决定
最高层的特征、最高层的决策，预测它会不会大卖。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这个特征呢？特征的这个概念啊，跟层次的特征的概念特别重要啊，这一定要记得。好，那我们看看类神经网络跟传统的机器学习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它可以自动找出层次化特征。虽然说我们在上一页讲了中间这一层干嘛，上面那层干嘛，它找出什么会不会大卖啊，这个定价的特征呢？其实那是我们事后的解释，那个解释呢，只是一个参考。事实上呢，类神经网络在学习过程中呢，并没有那些解释，那个纯粹是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报告，让大家理解，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才加上这样的解释。事实上呢，并没有那些解释，事实上就只有特征 A、特征 B、特征 C、特征 G，我们没办法去解释特征 A、B、C、D 分别代表什么，不能。所以这个类神经网络它有一个不可解释性在这边，它是可以拿参数乘上，拿那些特征乘上参数是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能解释那些特征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能够知道的，就只有输入重量、甜度、颜色、包装，只有知道这四个东西而已。进去之后呢，它怎么乘、怎么加减乘除啊，第二层送出什么东西，第三层送出什么东西，我们都没办法解释。一般来说都没办法解释。好，但是这个也是它厉害的地方，因为你去设定它要产生什么特征，这个模型就受制于你，就被你限制住了，被你的聪明才智限制住了。可是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我们这样设定不完，所以我们就让类神经网络自己去学习。好，第一层要乘上什么东西，送出什么东西来，送出一个特征 A，送出一个特征 B。至于特征 A 还是特征 B 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不用管它，反正它自己会决定好。那你说为什么它会自己决定好了？机器有学习嘛？我们这里有讲机器会学习嘛，所以他就看呢，哎，我到底要特征 A 跟特征 B 分别要送什么东西出去呢？我就看最后那个会不会大卖，那个有没有预测对。如果最后会大卖那个呢，预测对了，好，那我学到特征是对的。如果最后会大卖那个特征那个决策学错了，分数很低，那我特征就会改。特征怎么改？改参数嘛。我这个重量参数少一点，甜度参数少一点，或者参数5中间那个不是有参数5、6、7、8嘛？第二层那个，我把那个参数调一调，那算出来特征就不一样了啊。因为不同的加权就知道你要算出不同的东西来，所以调参数去决定不同的特征，往上送。这个跟我们公司的那个阶层是很像，对。看老板不高兴，我们下面调一调，送另外一份报告上去，所以老板拿到的特征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老板要不要去管我们送什么东西上去？我们下面自己会选，我看老板脸色，自己决定好。我今天改这另外一个报告，老板更高兴。我们自己决定这特征往上送的特征要长什么样子。好，这很重要。类神经网络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可以自动的萃取多层次的特征，可以给它大量的输入跟正确答案，然后它自己会去发掘哦，自己去调整这个神经元的加权参数到底要怎么调整。好，那去发掘这个多层次的特征，第一层要送什么特征，第二层要送什么特征，第三层送什么特征，整件事综合起来，就是它可以找到输入资料跟输出资料，就是会不会大卖这个输出资料之间的复杂关系。好，那你说关键是不是有没有很复杂？应该是蛮复杂，因为会不会大卖这件事情，其实考虑很多事情。那考虑很多特征，很多参数啊。那这是一个复杂关系，它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就是不是一个单纯加减乘除就可以算完的关系。好，所以类神经网络它就透过这样的架构、这样的模型架构来抽取那个复杂关系，去模拟后面的复杂关系，去让这个模型的参数符合背后的真实的世界的复杂关系、复杂特性。好，这很重要。那我们再更进一步去看看它怎么调整呢？它怎么调整？首先呢，我们这个任务是要预测这个会不会大卖，对啊，所以我们先输入这个一个水果的某一个水果，随便挑一个水果，它把它的重量、甜度、颜色、包装送进去。送进去之后呢，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可以再猜参数要填什么？一开始我们不会知道参数要填什么，如果知道的话，我们模型就不用做了嘛。我们就是不知道参数要填什么，我们才会叫机器去学嘛。啊，可是我们不知道呢，也是要有个开始，要有个起点，先用猜的。事实上，很多时候真的是用猜的，一开始真的是用猜的。我们先猜
一开始用猜的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在慢慢会调整，越调越好，所以一开始用猜也没关系。好，所以一开始先猜这个参数1、2、3、4、5、6、7、8、9、10，全部都随便填一个数字上去，就是填0.7、0.6、0.5，好，随便填。那填好之后呢，我们这个苹果拿进来，第一个训练资料，第一笔训练资料，某某苹果，它重量、甜度、颜色、包装，输入进来。那有了输入，有了参数，我们是不是可以整个就可以算完了，对吗？我们现在没有要学习哦，我们可以计算，单纯的计算。第一层特征 A 会输出什么？重量乘上参数1，甜度乘上参数2。参数1有了嘛？是乱猜的也是有嘛？参数2也有了，也是乱猜的，但是还是可以算嘛？啊，特征 A 算出来了。当然，这个特征 A 你会想说，这特征 A 根本是乱算的，对，没有错，它乱算的。它等下会调整，所以先不要急啊。特征 B 呢也算出来了，一样乱算的。好，那特征 A、特征 B 有了，特征 C、D 会不会有？也有，就一路往上算嘛，哈。那最后那个会被大卖的分数有没有算出来？有，乱算的，但是还是有个分数嘛，哈。然后这时候就有个乱算的这个预测值、预测结果会不会大卖？先随便猜个数字，例如说80，哈。好，这时候呢，训练资料有另外东西哦，叫答案。我们之前有讲，机器学习的训练资料有输入也有答案，答案是拿来比对你的预测值对不对，如果不对，叫你回去改。好，所以我们要对答案哦。所以看我这个画面的左下角，会不会大卖呢？给了一个乱算的预测值，真实答案呢一比较，哎，发现算错了。一开始当然算错，那没关系，我们要的是算错这个东西。他要有算错，我们才可以学。他如果没算错，我们反而麻烦，因为你不能调整。哎，这个有点巧妙。你有算错，我们才可以调整；你没算错，我们反而动不了。我们不知道该调哪个参数啊。好，所以我反而希望你算错，我们才知道怎么调整。好，所以呢，我们就拿这个预测值会被大卖的预测值跟真实答案去比较，就拿到一个误差了。好，这时候一个重点来了，我们拿到这个误差之后呢，我们可不可以算参数9跟参数值参数9跟参数10对于误差的影响，可以吧？你至少你可以知道往上调会被大卖的分数会增加还是减少，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因为它单纯是一个算式嘛，你可以知道它往上调分数会增加还是分数会减少，然后参数9、参数10分别调，你都可以知道它们各自的影响是多少，这可以吧？对不对？你单纯国中数学逆推就是的嘛。好，所以你会知道参数9往上调一单位，会被大卖的那个预测值会增加几单位？参数10往上调一单位，会被大卖的预测值会增加几单位，或是减少几单位？你知道这件事情。好，当然它背后可能是用微积分去算了，它可以去做求它导数啊。但我们现在不要讲那么复杂，你至少可以接受，你知道参数9调多少，会被大卖分数会动多少，你至少知道这件事情。好，那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你会再往前看，那你可不可以算出特征 CD 上一层哦，特征 CD 对误差的影响？哎，你说这不是隔一层，我怎么知道？没有，它隔一层，可是它连续哦，它是有这个叫连续的关系。什么意思呢？特征 C 跟特征 D 会影响这个下一层的输入嘛，对不对？那如果我知道这个下一层参数9、参数10会怎么影响会被大卖，那我就知道特征 CD 怎么影响这个下一层的输入，也就知道它怎么影响输出了嘛。那我再说一次哦，你知道特征 C、特征 D 怎么影响下一层的输出，也就是说特征 C、特征 D 怎么动，怎么影响那个会被大卖的输出预测值，那你就会知道这个预测值跟真实答案差距会怎么改变，对不对？这跟参数9跟参数值的意思很像啊。你知道参数9、参数值怎么动，会被大卖的分数怎么动，会怎么动，然后误差值会怎么改变，那你也就会知道特征 C、特征 D 怎么动，会被大卖的预测值会怎么变，也就会知道预测那个误差值会改善还是会更糟糕，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嘛。对，好，那我再往前推，我就可以知道参数5、6、7、8跟特征 AB 怎么动，对于特征 CD 会怎么影响？那因为我已经知道特征 CD 会怎么影响最后的误差值了，所以我
参数5、6、7、8跟特征 A、B 怎么动，就把它影响力乘上去就好了嘛。我特征 CD 影响力如果是5分，那我参数5、6、7、8影响力3分，乘上去变15分，就有15分的影响力了。所以我们一路逆推回来哦，我们知道最后一层怎么动，会怎么影响最后结果，我们就知道上一层怎么动，会怎么影响下一层，然后乘上去，把那个特征影响力乘上去，这样一路逆推回来，就可以再往上推，就可以算出来参数1、2、3、4对于误差的影响。一路逆推嘛，哈，一路逆推，那你越往前推，那后面要乘的东西越多，因为它前面有很多层嘛，每层都影响力都给它乘上去，相乘。好，那我就可以推到最前面，这个参数1、2、3、4对误差的影响。那这个影响，我们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梯度 gradient 梯度。当我们知道它会怎么影响，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它要往高一点的数字调，还是往低一点的数字调，调多点好还是调少一点好，误差会怎么动。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了。这时候就可以学习了。那我们知道，哎，你这参数往上调好还是往下调好？那我们就调嘛。我们知道这参数1要调多一点，误差才减少，或是调多一点，误差才会增加。哦，那我们当然往误差减少的方向走嘛。然后就调整参数1，一次动一点点就好。好，所以这第一颗苹果进来了，他知道，好，参数全部都要往上调，或是参数1往上，参数2往下。第一颗苹果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因为他打错了，他打错的过程有好处就是他知道参数怎么调了，所以每一个苹果上去猜。这个跟那个玩游戏很像嘛，玩游戏大家一起上去踹嘛，你踹错了没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慢慢修正嘛，所以第一个苹果帮我们决定参数1、参数2要往上还是往下，第二个苹果呢也是一样，决定参数1、2、3、4这些要往上还是往下，大家你调一点我调一点，你调一点我调一点，10000颗苹果上去，大家是不是慢慢就往误差比较小的方向调过去了？这个就要做正向传播跟逆向传播。正向传播就是我们一开始算出个值，逆向传播呢就是看那个值一路往回推，大家参数要怎么调，大家逆向传播。这个是类神经网络的训练的背后的道理哈。当然这个计算过程是有点复杂，如果说你神经网络很大的话，好，那我们来看启动函数的必要性啊。刚刚有讲到神经元的基本运算只是单纯的线性加权，然后这个加一加那个全部加起来啊，送出一个分数。那如果说你没有启动函数的话，它叠了多少层一样都是线性的，因为怎么样都是加减乘除而已嘛。那这还是一个很单纯的模型啊，所以我们要加上这个启动函数，让它可以有个门槛，你过了多少讯号过了多少门槛，你才可以送到下一层去，让它有点变化。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捕捉到这个非线性的关系。那这个图是一个很典型的启动函数的图啊，就是你看那个有0哦，超过0啊，在右边呢才会送出去，如果在0的左边呢，就不送出去，或者只送一点点。好，这个就强迫模型来用更精简、更有代表性的特征，因为有一些神经元被关掉了，就没有送出去，没有送讯号出去嘛，所以那些神经元相当于被关掉了。好，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个相对于较完整的，也比较正式的类神经网络的范例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类神经网络啊，最左边有输入 S1 跟 S2，这就是我们那个甜度跟重量啊。那中间呢 Layer 1跟 Layer 2啊，分别都是算出我们第2层跟第3层的特征。那最后一层就是 output 啊，输出啊，就我们把前面的那些特征呢全部加减乘除啊，它乘上启动函数，好，最后就得到一个高层次的决策了。这个过程呢，其实都是矩阵相乘，都是矩阵相乘。特征1、特征2乘上参数1、参数2，好，这两相乘，其实它就矩阵相乘。矩阵相乘有个特色就是它可以平行运算。我要算，例如说我们现在看 Layer 1哈，Layer 1第一层 Layer 1，上面那个 F 怎么算呢？跟下面那个 F 怎么算呢？是不是独立的？对吗？我上面要算 Z1，下面要算 Z2，这两个可以分开算，它们彼此没有顺序嘛。上面那个 A1，下面这个 A2 也是分开算嘛，它彼此没有顺序关系嘛，所以它可以平行运算。那因为它可以平行运算，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用 GPU。好，这时候 GPU 要登场了，
因为 GPU 很适合拿来做大规模的、大量的平行运算，做矩阵乘法。好，所以说这时候就有 GPU 上场。好，那我们再讲到类神经网络的陈述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开始有感觉了，类神经网络可以做多层次的特征的自动学习。它拿到了输入值，可以学习第一层的特征，然后它根据第一层特征呢，学会第二层特征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再往上一路这样学下去啊。所以它的重点在于每一层都会综合前一层的输出，也就是综合前一层的给的特征，然后建立下一层的特征，持续的重复使用上去。好，那第一层可能给2个特征、3个特征、4个特征，好，那我下一层就可以重复使用啊，因为我下一层可能也有很多神经元嘛，每个神经元呢都可以用这3、4个特征，大家都可以重复使用，这样就很有效率。那大家都可以继续往下一层，再生出更高层次的特征。好，那它就透过这个非线性的模型，就可以产生这个极复杂的模型，来记忆大量规则。好，那我们下面这个例子哦，就是我们也回到那个水果店的例子。那它层次可能会像什么样子呢？一开始可能会有输入就是重量、甜度、颜色、包装，这是输入值啊。那接下来呢，第一层的特征可能是定价饮值，我们之前讲过。再下一层购买欲望可以送你是更高层次的。再下一层更高层次哦，尊荣感、倾销潜力，这个就很抽象了，对不对？那因为它很抽象，所以我们说它是高层次，因为它综合很多低层次的特征，它是高层次的，比较抽象的。啊，最后才会输出一个会不会大卖这个结果，而是多层次。这个类神经网络呢，它特别适合处理非结构化资料。这个图片跟文字呢，还有声音啊、影片，这个资料越复杂呢，它所需要的特征越高层次，我们这个类神经网络的优势就越明显。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反复的迭代，一直把那个特征萃取出来，甚至我们可以去分辨说这个狗是不是高兴的狗，还是生气的狗。这个就不是单纯看五官了，那有时候要看一些比较抽象的特征有没有啊？那这时候我们就用类神经网络去萃取那些高层次特征。那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其实类神经网络就是在做自动化的特征工程，或者说自动化的特征萃取工程啊，它就透过这个多层次的结构自动去捕捉那些特征。好，那我们大概讲了一些类神经网络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啊，那我们讲一下落地考量，我们真的要用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它本质是大量的可以平行运算的这个矩阵相乘，所以我们就需要 GPU，有时候是大量的 GPU，要买很多很贵的 GPU，你才可以去训练这个类神经网络。那当这个模型给出错误判断的时候呢，我们很难解释，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很难解释。我们刚刚那个过程呢，那些特征呢，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它很有用，但是它没办法解释，你没办法解释为什么第二层它算出来这个特征，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特征是什么意思，你也不会知道那个代表什么高层次的什么，不知道，你只知道这样有用，所以我们很难解释，如果算错的话很难解释。然后这个研发过程呢，其实它都是依赖实验，它没有什么真正的那个逻辑的推理在后面，我们就一直实验，看看这个模型怎么调整，输入资料怎么调整，看看最后这个结果误差会变小。它其实这个过程是有点像炼金术那样子嘛，有点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你就一直实验，那实验多了总是会找到一个好结果，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这研发过程其实有时候蛮长的，因为你要实验的，实验不一定会成功，实验不成功你要重来，所以有时候研发过程比较长一点，而且充满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你这一批模型去训练之后呢会不会成功，很多时候不知道啊。所以这时候你可能是比较实际的做法是我先训练一个小模型，因为小模型训练起来比较不用花成本啊，先训练小模型，好了，再有成功了再放大模型。好，那但是呢，外面环境会随着时间改变。你的模型可能今天可以用，下个月就不能用了，因为使用者的行为改变了啊。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收集新资料，那重新来训练模型。好，那有时候我们模型太小，我们想要大一点模型比较厉害哈。大一点模型呢需要更多训练资料，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看看有没有别人已经训练好的大模型，让我们作为很好的起点。我们根据那个大模型来继续微调，继续训练。别人已经学的差不多了，那可能别家水果行已经做了一个模型了，我们把别家水果行的模型拿过来，用我们自己的资料再给它调整一下，这样可能比较有效率一点。好，这是当代人工智慧很多时候就这样做啊。我们别人训练好的大模型，我们拿来调整。好，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好，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感谢各位，谢谢，拜拜。OK，好，谢谢。谢谢，拜拜。